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叫陆昭言，5个月前，我在村头巷口救下了我的男朋友厉北亭。在一起后，我才发现他冷厉北亭，哎，还给我！叫声好听的。藏着一个爱笑爱闹的人，那些细碎微小的幸福。昭言，嫁给我好不好？好，填满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寸缝隙。少爷，说，老爷那边催了3次，董事会施压，说您再不出面，就启动罢免程序。机票已订好，海城那边都安置妥当，只是陆小姐这边，您打算如何处置？你有什么建议？属下多嘴，只是见您与陆小姐如此恩爱，若实属割舍不下，带回海城安置也不是不可。虽身份看不得台面，但做个贴心人还是可以。荒唐！是，陆昭言不过一个乡野丫头，一时新鲜，这几个月就当是我休了个长假，给他1000万，现金还是支票，随他选。这笔钱买他这几个月足够，这笔数目可是他几辈子都赚不来的钱。1000万！厉北亭真是个天使、菩萨、财神爷，原来被霸总分手这么幸福啊！厉北亭，我爱你啊！我爱你的钱。这辈子我本来就是冲着他的价值才伸出的手，毕竟上辈子那个傻乎乎付出真心的救命恩人可不是我。那天晚上真正发现他把他从鬼门关拖回来的人是我的邻居。你没事吧？还好吗？张小云。小云心善，把他带回了自己那个简陋的屋子，日夜照料，端茶送水。一个落魄却英俊的神秘男人，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小云彻底陷了进去，以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爱情。直到那天，他穿着华贵西装走下豪车，我们才知道，这厉北亭小云，我要走了。竟然是个引人生畏的有钱人。这1000万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我不要钱，我要你！别闹了，我们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小云，你不要再哭了，为了那种男人不值得，他就是个渣男，玩腻了就甩，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你懂什么？你就是在嫉妒他爱我。张小云，你清醒一点，我是在帮你。重生一世，我赶在张小云之前救下了厉北亭。什么露水情缘、乡野丫头，随便你说。毕竟我从头到尾图的就只是你的钱，只要有了钱，我就有了做生意的启动资金，就能赚到更多的钱，来实现母亲的遗愿。谁？谁？哎呀，我刚才不小心把杯子碰倒了，这么晚了，你在外面干什么呀？啊，没什么，打了个电话。那没什么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等等。本来想明天给你的，但现在想想，就现在吧。
连颗碎钻都没有。李北条，你可真够小气的，1000万分手费都舍得，临走了送个戒指就这么敷衍，连装都懒得装得像一点。很好看，我很喜欢。反正都要走了，这么好看的脸，这么标准的身材，以后可未必遇得到了。就当是分手前的福利吧，毕竟1000万，睡够了本，拿够了钱，从此两清。这笔买卖我不管。什么男朋友？那就是吃完饭的小白脸儿。爷爷，爸爸这样做都是为你好。村长家的儿子生前就看上你了，现在他走了，你嫁过去就是村长家正儿八经的儿媳妇了，下半辈子吃喝不愁。是啊，昭妍，你命硬，克死了你亲妈。这次能嫁到村长家呀，是去享福的。哎，人家可说了啊，这仪式一结束，就立马给你立个贞节牌坊，多光彩呀！享福，贞节牌坊，王秀娥，这福气给你，你要吗？哎，反正你跟我爸结婚这些年，不是一直嫌我们家穷吗？正好你俩也没领证，你嫁去村长家享福算了。嘿，混账东西，怎么跟你妈说话着呢？时间到了，别催我良机，来下去，让他磕头。你们放开我！强迫冥婚是违法犯罪。在我们村我就是法。今天让你出嫁，不嫁也得嫁。快点，为了堂，你就是我们王家人，以后要安分守寡，我们王家不会亏待你的。住手！啊！你们什么人？这是我们村的事儿，轮不着你外人插手。就是，她是我女儿，我让她嫁给谁，她就得嫁给谁。放开她！你不能带她走，我们可是收了村长家彩礼的。多少？20万现金，钱已经花了。这丫头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阿江。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镇上派出所有关系。我有那徽章是金钱见徽，还是地底下谁不知道？那是厉家的索命符，山上的人非死即残。你们是海市厉？这里事务所啊。哼，不要了，不要了，这婚事就做吧，走吧。哎，村长，这你。快走，快走！阿江，3000万，比原价翻了3番。厉北条，你这分手费付的可真够阔绰。这波可是血赚不亏，不行，忍住啊，得把这场戏演完才行。李北庭，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骗我！你说想要娶我，说想要一辈子呵护我，都是骗我的。你早就想走了，对不对？
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在跟我逢场作戏。赵岩，有些事情我身不由己，这笔钱就当是这几个月对你的补偿，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好。钱我收下，就当是为我这几个月的青春明码标价。但戒指，我还给你。既然你从未付出过真心，那从此以后，你我二人到此为止，两不相欠，两不相欠。好得很，陆昭言。既然如此，你就跟这笔钱过一辈子去吧。少爷，厉先生，你别生气啊！大人有大量啊！彩礼50万万！你个丧门星，煮熟的鸭子都让你给弄飞了。这么有钱的主儿，你不好好哄着，还甩脸子，你老子被离题了！你个不孝女，你把村长的事搞黄了！你还气走了厉北亭，你赔老子钱，老子打死你！你还跑你？跑你还你敢给老子关门你个死丫头，有本事一辈子别出来，看老娘不饿死你！你有种，永远不要出来！少爷，那枚戒指是夫人给你留下的唯一遗物，当初你特意找老师傅改了圈口，送给陆小姐，想必是真心喜欢。其实您真就不再考虑一下吗？或许她是在跟您置气，任谁被那样隐瞒去留都会难过的。况且陆小姐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既然闹出冥婚那种事，她在海市无依无靠，而且这些天陆小姐对您是真的好。你这个吃白食的，我打你！他是我带回来的，你要打就打我吧！他为我顶撞父亲，日夜照顾我。是的，他一定是爱惨了我，所以他才会这么生气，才会用这种方式报复我，想引起我的注意。他扔了戒指，接了支票，不过是小女孩在耍性子，是在等我哄她。掉头回去。陆昭言，你赢了，我这就回去找你。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委屈。爷爷，记住他，这是你太爷爷当年在宫里当差时亲眼看着造办处烧出来的，后来战乱流落到了外国。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亲手找到他，修好他，让咱们自家的宝贝回家。妈，母亲，我知道这些钱还远远不够，但我会努力赚更多的钱。您的愿望我一定会帮您实现，阮新平也一定会回家。
少爷走后，你们是不是又为难陆小姐了？逼她嫁人，还是动了别的心思？没有啊！天地良心呐，少爷给他50万，我们巴结他还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去逼他呢？是啊，他跑得比兔子还快，一关上门就没动静了。我们以为他在赌气，可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早就翻窗跑了。行李啊，都是提前收拾好的。跑了？去哪儿了？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还是听村口小卖部老王说，他一大早提着箱子去赶县城的早班车了。那他去哪儿？怎么可能给我们说呀？那丫头精着呢，她揣着那么一大笔钱，肯定是跑到大城市享福去了。李先生啊，他心里根本就没您，就图您的钱。你看他走得多干脆，一点都没犹豫。高兴，所以那些眼泪是假的，那些痛楚是装的，那些质问和破碎，全是演给我看的戏。他对我难道真的没有半分真心？这几个月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钱。找，翻遍海市，翻遍全国，哪怕把地球翻过来，也要把他找到，带到我面前。是。陆昭言，你以为拿了钱就能逃得掉吗？这场游戏，我说了才算结束。1年了，青瓷之艺总算有了点名声，能接些像样的活了。母亲的手札我都吃透了，修复费也攒了些，但那些钱离拍下转新频还差得远，必须接更多高价值的单子，最好能搭上真正有实力的藏家。店主在吗？冒昧打扰，朋友推荐说，海市若有人能修复这一线天的，或许就在此处。这是明代嘉靖年的民窑青花，这裂痕位置很棘手，修复起来难度很高，报价也不会低。您不仅端带准确，就连花纹的细节都注意到了。这件瓷器是我祖母的遗物，意义重大。只要您能修复，价格好说。可以行，需要1个月，而且修复全程必须在我的恒温修复室进行。费用65万，包括所有的材料费，还有后期的做旧处理，保证肉眼难辨。好，就按您说的办。材料成本约10万，工时折算，净赚55万，很好，离转新品又近了一步。周十一，你竟然敢拉黑我！我楚欣然从小到大还没有被这么羞辱过。楚小姐，我想我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清楚？你来这种破地方，和这种修修补补的人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开我。楚小姐，注意您的措辞。尊重他人的专业，是最基本的修养。专业？我楚家几百年的窑口，什么样的瓷器没有见过？需要来这种小地方修？周十一，你别忘了，我爸爸和你爷爷已经口头达成了婚约，整个圈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过是长辈的玩笑话，我从未同意过。楚小姐，请自重。周十一，你真的要这样逼我吗？为了这么一个人，你知不知道，只要我想，
别说这家店了，连他这个人在海市都可能待不下去。楚小姐，适可而止。现在，请允许我正式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陆昭言。她有男朋友了。根据现场眼线描述，的确是个年轻男子，在工作室与陆小姐相谈甚久，举止较为亲密。查，把那个男人的底细查得清清楚楚。是。举止亲近，男朋友。陆昭言，你以为换个地方就能真的重新开始？没有我的允许，谁准你身边有别人？女朋友？很好，周师爷，你有种！哼！陆师傅，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情况紧急，无论您怎样责备我，我都接受。周先生反应挺快啊，刚才演的那可以说是勉强及格。不过呢，就算是临时演员，也有临时演员的价格，更何况是我这种高风险的特约出演。您说的对，您的演出费理应由我支付，您开个价，我绝不还价。钱的事好说，主要是楚小姐那边，我开门做生意，我求的是财，不是货。您这位爱慕者的杀伤力，好像似乎已经远超预期了。那后续的安保费用，我的精神损失费，那恐怕不是单单一笔固定演出费就能 cover 的。我明白，今天的事情恐怕会为您带来麻烦。如果他真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请您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所有的后果由我来承担。梅瓶的修复呢，我会按照协议进行。65万只是修复费用，不包括刚才的附加服务。一切按你的规矩来。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也为了彻底解决楚欣然这个麻烦，我有一个冒昧的提议。既然刚才的戏已经开了头，楚欣然那边也看到了结果，或许我们可以让这个误会再继续一段时间。继续？周先生的意思是？我想请您暂时扮演我的女朋友。周先生，我刚才说过了，我是生意人，这临时救场是一回事儿，可长期扮演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这其中的风险，我完全理解您的顾虑，我会支付您相应的报酬，每月50万，作为维护形象的费用。在此期间，楚家或者其他任何人因为这件事对您造成任何损失，全部由我承担，并10倍赔偿。可是周先生，女朋友这3个字分量可不轻啊。我明白，所以这是纯粹的交易，您只需要在特定场合陪我出现，其他时间我们各不相扰。这笔钱就作为我今天擅自做决定的赔偿，也作为您将来可能遇到的麻烦预付的风险保障金。每月50万，加上梅瓶的65万修复费，若楚家真的闹事，还有10倍赔偿，这笔买卖不亏。好，周先生，我答应你，每月50万，一次性付清3个月。若楚欣然来闹事的话，如你所说，按照市场估价的最高10倍赔偿。没问题，陆师傅，合作愉快。不过接下来，也许该称呼为昭言。
当然可以，周先生，在某些场合内称呼不过是工作需要。那么，祝我们合作愉快。就是这儿，听说陆师傅手艺特别好，专接些别人不敢接的活儿。王哥，你们不是总说想见见世面吗？今天带你们来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艺术品，可要好好欣赏欣赏哦。兄弟们，干活！陆师傅还真是专注呢，石毅总夸你手艺了得，这不，今天带几个朋友来学习学习。楚小姐的朋友打招呼的方式倒挺特别的。楚小姐突然大驾光临，还自带了乐队，真是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损坏财物需要赔偿，这是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这桌上的香炉以及店内的每一件器物都明码标价，需要10倍赔偿，1分都不能少。赔偿？陆昭言，你是不是整天对着这些瓦罐，把自己的脑子也修成古董了？你还真以为搭上周时义，让他来你这修几件破玩意儿，再陪他睡上几觉，就能麻雀变凤凰，够资格跟我楚家叫板了？楚小姐对人际关系的想象总是这么的充满戏剧性，看来你楚家丰厚的家学底蕴，光用来培养你在这方面的才华了。不过呢，你带着这群街头艺术家来，是想证明什么？证明你楚欣然除了会投胎，就只有砸东西和骂街的本事吗？你既然陆小姐这么瞧不上我的这群朋友，那你们就让她见识见识什么叫代价。听见了吗，兄弟们？让他知道什么叫代价！给我砸！陆昭言，心在滴血吧？我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像你这样的蝼蚁，我碾死100只都不费吹灰之力。这一巴掌，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这些被你毁坏的作品中承载的心血，还有时间，还有你楚家百年累世的清誉，都被你这个不孝子孙给毁了。你敢打我？你们都是死的吗？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今天要划烂他的脸，看他怎么勾引男人！快，放开我！贱人，我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你是谁？知道我爸是谁吗？我要让你在还是待不下去！滚！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叫我滚？我楚欣然，荆棘剑辉，你是厉家的人？是那个掌控地下秩序，连顶级的世家都要巨蛋3分的海市厉家。还不快滚！楚家是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了吗？陆兆言，你给我等着！陆昭言，
我看你还往哪儿跑，陆昭言。李北庭，你放开我，我们早就两清了。两清？你拿了我的3000万，丢了我的戒指，转头就跟别的男人跑到海市卿卿我我，这就是你所谓的两清？钱是你自愿给的，戒指是你先欺骗感情的代价。至于我愿意在哪生活，我跟谁来往，早就跟你厉北庭没有任何关系。跟我没有关系。陆昭言，你听清楚，从你在那个雨夜把我捡回去开始，你这辈子就注定跟我有关系。我找了你整整1年，你以为你躲到这种地方就可以彻底甩了我？你做梦！厉北庭，你简直不可理喻，我们早就结束了。结束？你太天真了，我找你1年不是来听你说结束的。陆昭言，这场游戏规则从来都是由我定。李北庭，你闹够了没有？赶紧给我出去！我正在开门做生意，我还要收拾这些烂摊子，我还要修复给客人的古董。我没有时间陪你玩什么过家家的游戏，更何况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厉先生，请你自重，赶紧出去。男朋友？周时义？陆昭言，1年前明明是你先招惹我，是你在那个雨夜把我拖回来，是你口口声声的说对我一见钟情，是你每晚赖在我身边说爱我，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对，都是假的。那天晚上，你虽然一身血污，但从你衬衫的面料、袖扣的质地，我能断定，绝对不是普通人能穿得起的。我会救你，不过是一场投资而已。至于一见钟情、爱你，厉北庭，这种哄男人的话，你也会信？我不过是看你有点钱，想从你身上捞点好处罢了。还有，你送我的那个素圈戒指，上面连颗碎钻都舍不得镶，简直寒酸死了。我陆昭言喜欢的东西，向来很简单，够贵就行。所以，你觉得钱比我重要，是吗？陆昭言，你回答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哪怕1秒。好得很，陆昭言，如你所愿。爱重要吗？毕竟上一世我亲眼看到他抛弃了小云，还有我还亲耳听到他对我的评价。陆昭言不过一个乡野丫头，一时新鲜罢了。
这几个月就当是我休了个长假。陆昭言，你给我清醒一点，他爱的从来就只有他自己。感情对他李北亭来说，不过是无聊时的消遣，是可以被明码标价、随时丢弃的东西。瓷器碎了，可以修复，可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这一世，我绝不会变成第二个张小云。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挣。我跟谁来往，早就跟你绿北亭没有任何关系。少主，少主，快去医院通知医生准备。少爷这是被陆小姐气成这样，她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开你的车？我就是不明白，当年的事，少主明明是为了保护陆小姐，才故意说的那些狠话，避开二少那些人的毒手。当年二少为了扳倒少主，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作的手段都使得出来。而陆小姐是少主身上最明显，也是最脆弱的一环。那天在院子里的话，是说给藏在暗处的耳朵听的。只有把他说的越不堪，越不重要，他才最安全。所以，少爷不是狠，是……可是陆小姐那些话也太……什么？你要带我去参加宴会？我吗？是。厉家素来注重礼数，我必须携带一名女伴。可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我去了会不会……这个你放心，该怎么做我会教你。而且厉家是整个海市的收藏大家，你不想去看看吗？好，我答应你。记住，今晚只是一场简单的商务应酬。厉家太爷70大寿，来的都不是善茬，尤其是厉家那位新上任的掌权人，手段狠厉，心思难测，绝非善类。我们只需要尽到应有的礼数，不要引起多余的注意。周总放心，我今天就是个来见世面的修复师兼临时女友，我保证说话得体，举止端庄，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这杯子是乾隆官窑的吧？就这么随便摆着，厉家果然好喝。那位是地产大亨王总，上次拍的那个元青花罐子的修复报价，我是不是报低了？诸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厉氏集团新任董事长为老太爷献上贺礼。厉家新掌门啊，听说挺厉害，不知道修不修古董。等等，这脸，这身高，这走路带风，恨不得把我不好惹写在脑门上的架势，怎么那么像前2天刚在我店里摔门而出的厉北亭？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厉家这位新董事长，长得挺面善的。太爷爷，祝您福如东海。面善个鬼啊！这分明就是用3000万买到我青春被我骂跑的男人。
完了完了，香叶丫头的前任奸主是那个恶名远扬、行事狠辣的离家大佬。我前几天是不是刚指着这位大佬的鼻子骂他送的戒指寒酸？这不完蛋了吗？周十一，你这个情报是怎么做的？说好的临时女友协议没包括直面恐怖前任变成顶级大佬这种地狱级副本啊！这得加钱，加10倍，不，100倍。昭妍，你认识厉先生？可能在某个平行时空有过一面之缘啊。何止一面？睡过一张炕，受过3000万，还跟吵过一架的孽缘。周公子，幸会。厉先生，久仰。这位是？这位是我女朋友，陆昭妍。昭妍，这位是厉先生。厉先生，你好。周公子果然好眼力，陆小姐确实出众。不过，我听说陆小姐在认识周公子之前，有过一段颇为深刻的感情，还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周公子如此青年才俊，竟一点也不介意，就不怕重蹈覆辙吗？厉先生说笑了，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去。昭妍已经将那段不堪的过往全部都告诉我，是那个男人有眼无珠，人品低劣，始乱终弃。昭妍离开他是及时止损，我很庆幸他没有继续沉沦在那份错误的关系里。昭妍心善，不愿多提，可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免得有人误会。那个人渣已经死了，也算是恶有恶报，昭妍也算是彻底解脱了。救命啊！如果眼神能杀人，我此刻一定被他凌迟千百回了吧？死了？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一下，我去下洗手间。我死了？陆昭妍，你咒我？厉先生，厉大佬，厉老板，我那是在为您着想吗？您看您现在身份多高贵，多神秘，多吓人啊！要是让人知道您跟我这么个乡野丫头有过那么一段，那多有损您高贵伟岸的形象啊！我这样说前任死了，那是在帮你斩断前尘，立地成佛。不是，我是在帮你维护清誉。哼，为我着想，我看你跟新男朋友相处倒是甚欢啊。这一身，他给你买的？男朋友嘛，那肯定要找对自己知情识趣、对自己好的。我消失太久不好，我男朋友还在外面等我呢。当年我们不是早就钱货两清了吗？两清？厉先生，您先忙，我先走了。李北亭，你干嘛？你放我下来！
钱货两清。陆昭言，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用钱能够买断的？那不然呢？3000万已经很多了，厉先生。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我们好聚好散，行不行？谁要跟你纠缠不清，少自作多情。我叫住你，是因为老爷子有块心爱的玉佩磕破了。我听说你在古董修复方面有点微不足道的小名气，所以想叫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就为这个？那不然呢？你以为我想干嘛？赶紧起来，像什么样子？看来厉先生来找我，真是有正事啊。老爷子把玉佩磕了，没问题，交给我，保证给您修复如初，肉眼难辨。谢谢，修好送我。羊脂白玉，老坑亮，裂痕看起来不算太复杂，但是我得非常小心的补胶做旧。7天的时间可能有点赶，我得加班加点。酬劳100万，修不好或者有瑕疵，后果自负。100万！别说7天，我6天半就能给您修得漂漂亮亮的。厉先生，我看厉家这家大业大的，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应该还有不少传承下来的老物件吧？这老东西啊，就像人老了一样，需要时不时的保养保养。以后还有什么需要修的，您都给我送过来呗，我给您打包价，量大从优。修你的玉佩，再多说一句，酬劳减半。现在出去。不说就不说嘛，凶什么呀？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我走了，我走了。阿江，少主，去把老宅库房、我司库还有老爷子那儿，所有但凡有点瑕疵、掉色、需要修复的古董、字画、瓷器还有玉器，全部清理出来。全部？数量可能……全部，一件不剩。明天就给我送陆昭言那儿，告诉他，这是急件，给我修，加班加点的修。我看他还有没有时间去跟什么男朋友约会，还有没有精力去算计别的。是，少爷。那酬劳方面，按市场价最高付，修不完不准接别的单子。我累死他。去了这么久，没事吧？没事没事，我不但没事，我还接了个大生意。你看，这是厉北亭亲自给我的厉老爷子的传家玉佩，他委托我修复，还给了我这个数。你呀，还是小心一点，厉家的东西不好沾手。主家楚欣然前来为厉老太爷贺寿。陆昭言，你怎么会在这儿？这是你这种人配踏进来的地方吗？请注意言辞和场合。昭言是我邀请的女伴，自然有资格站在这里。女伴？朱十一，你到底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他不过就是个为了钱什么都能卖的，只会捣弄些破瓦罐的。哟，还抱着个破盒子，是十一送你的定情信物吗？我要看看是什么宝贝，让你这么不舍得松手！小心，
险，好险，就差一点。不就是块破玉吗？瞧你紧张那样。这纹饰，这是厉老爷子的那块家传玉佩。什么？这是厉老爷子的家传玉佩？怎么会在这个女人手里？还差点被摔了。好啊，我说你怎么跟护着眼珠子一样护着这个破盒子？原来是偷来的贼赃啊！怪不得鬼鬼祟祟捂得这么严实。陆昭言，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偷厉爷爷的传家宝！偷的，难怪在他手上。看着这么清清秀秀的，没想到手脚这么不干净。敢在厉家寿宴上偷东西，真是活腻了。我没有偷，这玉佩是厉北庭亲手交给我，委托我来修复的。厉先生亲手交给你，就凭你一个破开修补铺子的陆昭言，撒谎也得打草稿吧？厉先生是什么身份，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我看你就是偷东西被发现，现在变相话糊弄大家了吧？各位，她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野丫头，靠着点修补手艺在海市勉强糊口，搭上周时义就以为野鸡变凤凰了，怎么可能认识厉先生？楚小姐说的对，厉家的物件向来由专门的老师傅或是拍卖行来处理，怎么可能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店主？我看他这样子也不像是能接触到厉先生那个层面的人。楚小姐是楚家千金，知根知底，她说的话呀更有道理。周公子，你也是糊涂，楚家是海市真正的名门清流，瓷器泰斗。楚小姐对你一往情深，你们周家虽说这些年生意做得很大，但到底根基尚浅。你怎么就偏偏看上这种身份不明、手脚可能还不干净的女人？诸位，在事情查清之前，请慎言。昭言是我周时义认定的女朋友，她的为人怎么样，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至于这玉佩为什么在她手上，我想厉先生会给我们一个交代。周时义，我看你是被这个狐狸精迷得神魂颠倒了。我楚家到底哪点配不上你们周家？我楚欣然到底哪点配不上这个女贼？真是鬼迷心窍，这楚周两家连因本是佳话，这周时义为了个这个女人得罪楚家，得罪厉家，得不偿失啊！昭言，这玉佩真是厉先生亲自找给你的？你怀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再确定一下。楚欣然，你口口声声说我偷东西，那你有证据吗？难道就凭你一张嘴吗？证据？这个玉佩在你手上就是证据。厉先生会把传家宝交给你这种人吗？我这种人，我是哪种人？我靠自己手艺吃饭，明码标价做修复师。而你呢，楚小姐，你除了会投胎和会血口喷人，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真本事？你说我偷东西，那我说你污蔑。你敢不敢与我打个赌？现在就去调宴会厅还有走廊的监控，看看这玉佩究竟是不是我从厉家库房或者在场任何一个人身上拿下来的。如果能够证明我的清白，你楚小姐需要当众向我鞠躬道歉，承认你诽谤我。你敢吗？调监控啊！那倒直接。看他这么理直气壮，难不成另有隐情？说不定真是厉先生给的呢。谁要陪你玩这种把戏？哦，那你就是不敢，你没有证据，纯属污蔑。哼，楚家的名门教养，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张嘴！
看他还怎么嘴硬。楚欣然，你敢！这一巴掌，教你什么叫尊卑。楚欣然，这一巴掌是教会你，不是什么人都能任你欺负。又是你，你个臭保镖，真把自己当厉家的主子了，连我都敢打。他说什么？他叫厉先生保镖？我的天，楚小姐是疯了吗？连厉家继承人都不认识了。欣然，住口，不得无礼。厉先生，小女年幼无知，口无遮拦，冲撞了你，是我教育无方，请您千万海涵。他就是那个厉家掌权人厉北庭。你混账东西，还不给厉先生赔罪！厉先生，你大人有大量，别和小女一般见识。您说如何处置？属下绝无二话。楚总言重了，今晚受惊受辱，并非厉某。楚小姐冒犯的是陆小姐，该如何处置，听陆小姐的。既然厉先生都这样说了，沈小姐前几日把我店里砸了，损坏的器物共计127件，还有一颗我母亲留下的修复工具，这些东西再加上我店铺的维修费、误工费，零总总加起来，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要你5000万，不多吧？5000万？陆朝言，你疯了！你那个破店加起来总共值5000万吗？敲诈，狮子大开口！如他所言，自己做下的事情自己承担。你名下不是有几处房产和基金吗？立刻变卖，3天内1分不少的赔给陆小姐。爸，那是我的。你闭嘴！再多说一句，你就给我滚出楚家！走啊。少主，是回庄园还是？去青瓷之意。今天不仅保住了玉佩，我还狠狠地出了口恶气，再加上净赚了5000万，哎呀，真是美滋滋。厉北庭，你大晚上不睡觉跑来我这儿当门神啊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这玉佩可是我今天才拿到的，我们说好了7天时间完工，你可不要来催工。他送你回来的。啊？他？什么他？哦，你说那个周10亿呀？对啊，怎么了？时候不早了，厉总你也早点回去吧，我也准备睡了啊。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厉北庭，你发什么疯？你放开我！放开我！你跟他在车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厉北庭，你有病吧？周10亿是我男朋友，我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跟你有关系吗？厉北庭，你混蛋！
陆昭言，你属狗的吗？乱咬人！这又是什么？是周十一送的？这是我的东西，你还给我！厉北亭，你干什么？那是我花了3800买的珍珠镶金的吊坠，很贵的，你赔给我！3800，你就这么喜欢这些亮晶晶的、用钱买的东西？陆昭言，你就这么爱钱吗？没错，我就是喜欢钱。钱能买饭吃，钱能交房租，钱可以让我租下这里的房子，开了这家店。我喜欢钱，天经地义。我喜欢钱有错吗？喜欢钱是吗？这张卡给你，无限额随便刷，买珍珠，买钻石，买房，随你便，够不够？厉北亭，你是真喝多了，还是在整些新型的成人游戏？难道说这张卡真能刷？不信，我现在就刷给你看。我现在就刷爆这台机器！别！厉老板，厉祖宗，厉大佬，我信了。我1000个信，我10000个信。你冷静。这把 POS 机刷爆了是小，要是惊动了银行风控，那事情可就大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信了，那这张卡你收着。不是，厉北亭，你这卡太……不是白给，这算定金。定金？什么定金？修玉佩的定金，还有以后厉家所有需要修复的都交给你。这张卡就当是把你未来所有的时间提前买断。陆昭言，你不是爱钱吗？现在最值钱的东西就在你手里，你敢不敢接？厉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只不过修个玉佩而已，定金哪用得上这么多？哎呀，你放心，厉家的古董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修的完美无缺。只是呢，现在时候不早了，厉先生你又喝了很多酒，你也该回去休息了。我也准备。陆昭言，你明明知道我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修的。厉先生，你请回吧。你快出去吧。李北亭，你混蛋，你放给我！李北亭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是喜欢我吗？村长家的儿子生前就看上你了，现在他走了，你嫁过去就是村长家正儿八经的儿媳妇了。不对，就连亲生父亲都能视我如商品，更何况只是露水情缘的陌生男人呢？我到底在期待什么？我喜欢钱，当然喜欢。钱能让我活下去，能让我守住母亲留下的这点念想和这门手艺。但是，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那就是只属于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即使它开出的是天价。阿江，少主，去查清楚，陆昭言这一年在海市做过什么，见过什么人，接过什么活儿，
遇到过什么麻烦事，事无巨细。是。那周公子那边查，包括周时义是怎么认识他的，还有他们到底到哪一步。明白。另外，帮我联系 Graf， 让他把最顶级的钻戒图册送来。还有，找魏旺，订几套最新的婚服设计预案。少主，您这是要订婚？哪家的小姐？老爷子知道吗？不是订婚，是结婚。新娘陆昭言。陆小姐是周公子的公开女友。周家虽不及厉家根深蒂固，但在海市也算有名有姓的家族。如此直接，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阿江，在。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陆昭言只能是我的女人，周家那边我自会去处理。是，少主，我马上安排。什么？二少要回国了。厉南雨，他这个时候回来做什么？阿江，派人保护陆昭言。是，我马上安排。不要让他发现，不要影响他正常生活。明白。伯母，十一哥在厉家公开说陆昭言是他女朋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您可要为我做主啊！欣然，你放心，你才是我们周家认定的儿媳。十一这孩子呀，他有分寸。谁知道那个陆昭言用了什么下作手段，让十一哥对他言听计从的，还仗着有厉先生，还仗着有人撑腰，狮子大开口，敲诈了我5000万。厉先生，厉北庭。他怎么会插手这件事？您是没看见厉先生看他的眼神，他们俩肯定有什么。伯母，十一哥还那么护着他，他都要给十一哥戴绿帽子了。我们周家虽然不是什么顶级豪门，但也讲究个门当户对，清清白白。再怎么样，我也不会让一个黄毛丫头骑到十一的头上。伯母，我是真心喜欢十一哥的，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他的呀。好了好了，别哭了。等会儿我就去会会这个陆昭言。陆昭言，等着瞧，我看你还怎么嚣张。成了，7天刚好，幸不辱命。昭言，我能进来吗？进来呀。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楚欣然上次在厉家大闹的事情，我来给你送来赔礼。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只要按照我们约定好的，你给我10倍赔偿就行了。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正好想起家里有这么一件旧瓷器，想着你专精此道，或许会感兴趣，就带来给你看看，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这分明是转心瓶的另一只母瓶，那妈妈一直在找的紫瓶，岂不是能有下落？昭言，十亿，这瓶子还有没有另外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瓶身上有镂空，有没有？抱歉，昭言，这瓶子是我父亲早年得来的。至于你说的转心瓶，我并没有印象。不过昭言，你别着急，我可以立刻回去问我的父亲，也可以找人帮忙查清楚它的来源。只要有你说的那个转心瓶，我一定帮你找出来。谢谢你，十亿，这个瓶子对我真的很重要，那就拜托你了。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尽力。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你。不过，我听说你和厉北亭有些交集，厉家才是真正的收藏大户。你要不……不了，不用，我不需要他。也是，毕竟也没那么熟。那我先回去，替你打听平子的下落。嗯。算了，先给厉北亭打个电话，叫他过来把玉佩取走。陆昭言在吗？陆昭言在吗？喂，你竟然主动给我打电话。您好，我就是陆昭言，您是？怎么回事？阿江，去查一下陆昭言工作室现在什么情况。是，马上安排。江哥，周11的母亲周夫人刚刚进了陆小姐的工作室，看起来来者不善。少主，需要干预吗？周11这个废物，连自己母亲都管不住。掉头去青瓷之役。坐吧。陆小姐，你和我儿子不合适。你这是什么意思？陆小姐，明人不说暗话，你和11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也看到了，你们不是一路人。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原来就是为他儿子。11从小就接受了精英教育，他未来的伴侣应该是海市名媛，而不是一个还在为了生计发愁的农村丫头。该不会等下出现经典问题吧？他给我钱让我离开他儿子，那我岂不赚大了？这里是500万，离开我儿子，这笔钱足够你活一辈子。来了，500万，可以啊，没问题。陆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状况，能和11恋爱，是你这种人几辈子修来的福气。11不嫌弃你，是他大度，你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现在这般见钱眼开的样子。更何况，在这之前，你和一个男人同居了很久吧？一个女人怎么能这么的不知廉耻？我听说，你不仅缠着11，还和厉家那位有些不清不楚。陆小姐，我奉劝你一句，说到底，你也是一个没妈教养的乡野丫头，见的男人少了吧？厉先生那种身份，身边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你以为你可以凭着厉家的事？哼，别做梦了，最后只会摔得更惨，沦为一个还害羞的少女。周阿姨，我念你是长辈，才对你一再容忍。你可以用钱来衡量感情，可以用门第来划分贵贱，可你没有资格随意评价我的母亲，更没有资格随意践踏她对我的养育还有教导。我说错了吗？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看来你钓男人的本事都是你母亲教你的。你可以迷惑我儿子，但我绝不允许你在拥有我儿子同时还在勾引别的男人，就算是厉北亭也不行。我勾引厉北亭？
你倒不如亲自去问问厉北亭，到底是谁在纠缠。听说你有事要问我。厉先生，你也来了，还真是太巧了。不巧，我是来纠缠他的。啊？什么？我说，不是他纠缠我，是我一直纠缠他。他一直在拒绝我。啊，那是我误会陆小姐了。哼。麻烦周夫人把她带回去，交给你儿子，让他离开我的女人，从此两清。否则，我不介意让周家在海城换一种活法。厉先生，十一他年轻不懂事，我回去了一定好好管教，让他再也不来打扰陆小姐。啊，不，是厉太太，是厉太太啊！是，我明白了，我会处理好的。你盯着我干嘛？我脸上又没钱。厉总，厉大佬，你刚才好威风啊！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说。你刚才给了周十一1个亿，想让他离开我，那你怎么不直接把那个亿给我呀？搞不好我自己就会跑得飞快啦！啊！陆昭言，周十一的母亲用金钱衡量你的价值，可你在我心里是无价的，所以我才愿意用钱去摆平周十一。你这个人，我要定了。别说那么肉麻的，我给你打电话叫你来，是想告诉你，你的玉佩我修好了，赶紧验收。不愧是我的女人，这可是老爷子最宝贵的玉佩。这下我带你回去见老爷子的时候，他就没有理由可以拒绝了。谁要跟你回家了？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一件瓷器，转心瓶。你怎么知道的？你的事情我都知道。难道厉北亭真的喜欢我？我不介意让周家在海城换一种活法。陆昭言，周十一的母亲用金钱衡量你的价值，可你在我心里是无价的。不可能，他亲口说过，我只是乡野丫头，他只是一时新鲜，怎么可能真心喜欢我呢？你调查我？我是想告诉你，转心瓶的下落找到了，过2天。少爷，二少跟丢了。什么？厉南雨，赶紧加派人手，他不可能凭空消失。是。厉北亭，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绝不能让他卷进来，尤其是厉南雨，他可能已经发现他了。重新安排一组人保护陆小姐。明白。赵岩，你待在这里，哪里都不要去。那个二少到底是什么人，能让他这么慌张？唉，交给你儿子。啊，算了算了，不想了。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啊！哟，吓到了。没想到我那眼高于顶的大哥，看上的女人是这样的。你是厉南雨，你来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和周老夫人的对话我都已经听到了。既然你能同时跟2个男人玩，那要不要跟我也试试？你在胡说些什么？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打电话叫人了。你大可以试试。如果厉北庭知道我在这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因为着急而将油门踩到底，那他是会死得更快。你跟厉北庭的车动手脚了。好了，我就是来看看，能让我大哥紧张成那样的女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看来我得走了，没想到他的鼻子还挺灵的。陆小姐，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哼。厉北庭，快接电话呀！厉北庭，快接电话呀！厉北庭，开门。这么着急，要去哪儿？你的头。你是在关心我吗？对不起，我弄疼你了。是啊，可疼了。我自己孤家寡人，也没人给我上药，只能等伤口自己发炎溃烂。唉，也没人照顾。我去取药箱。当年还挺幸福的。赵岩，刚才吓到了吧？抱歉。还好。我们曾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陆昭言，我对你的心，从始至终没有变过。我如今对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因为害怕再失去你一次。喂，11，
Zhaoyan，是我。怎么了？家里决定让我去国外，负责那边的业务，可能要待很久。怎么会这么突然？家族的决定。另外，Zhaoyan，你实话告诉我，你和李Beiting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恩怨？石业，没有的事，你不要瞎想。你去国外也好，换个环境，好好生活。祝你一切顺利。那你也保重，再见。李Beiting，是不是你干的？什么？周11突然出国，是不是你逼的？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是厉家家主，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意摆布别人的人生了？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仗势欺人，蛮横无理。你难道不是吗？我只是跟周家做了一笔交易，我承诺未来3年，立誓在海东新区的项目优先考虑周家合作，而周家自愿调离周11，这算什么威逼？这顶多是利用。而周家权衡利弊以后，自己选择了利益。陆兆言，你就这么喜欢周11吗？他如果真的非你不可，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接受家族安排离开？他连反抗的尝试都没有。他这种人，值得你为他跟我生气吗？我还以为……我头好像更疼了。我不管，我被你气到了。我最近就走不出这个门了，走不动了。阿江，回去告诉老爷子，我不回去了。李南雨如今行踪不明，留在他身边才是最安全的。你，哎呀，好疼啊！哎呀，二少，这瓶子我们费了这么多功夫才弄来，真的要立刻拍卖掉吗？一个瓶子而已，再稀罕也不过是件死物。我更好奇的是，我那位好大哥究竟能为一个女人做到什么程度？哼！您的意思是，安排一场拍卖会，拍品就是他。这个消息绕过我大哥，但要准确无误的传到那位陆小姐的耳朵里。是。陆昭言，让我看看，你能为我和大哥的这场戏增添多少乐趣？陆昭言，清醒点儿，别忘了他之前说的那些话。你们只是露水情缘，早就结束了，别被假象迷惑。是这样。老爷子那边有点事，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去吧。我的人就在外面，你叫他们，他们会答应的。我随时……哎呀，没事的，青天白日的，能有什么事？你快去忙你的吧。厉北亭刚被叫走，转心瓶却这个时候出现，绝对不是巧合。既能在海城拿到转心瓶，
又能绕过厉北亭的行踪，恐怕也只有厉家的人，是他，厉南雨。这是专门为我设计的，是陷阱。母亲的遗愿我一定要完成，厉北亭也不能有事。厉南雨，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的行动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啊，陆小姐，也比我想象的聪明。邀请函收到了，喜欢这份礼物吗？想拿回瓶子，我们见面聊。定位发给你了。好，我马上到。不好了！救命啊！快来人啊！陆小姐，怎么了？吓死我了！水管好像爆了，水漏的到处都是，我一个人根本搞不定。行，陆小姐，请您稍等，我立马进去查看。你远离水源，注意安全。谢谢，拜托您了。对不住了，小兄弟。对不起了，厉北亭，这次我必须自己去。瓶子我要拿回来，我也绝不会让他伤害。阿强，掉头回工作室。少主，老爷子那边电话催得很紧，语气非常不好。我知道，这次先10分钟之内滚回祠堂见我。这次见不到你，厉家家主你就不要再当了。少主，老爷子这次恐怕不会轻易罢休，要不先回家安抚一下。陆小姐那边，我来加派人手。回祠堂吧。是。陆小姐，这水管没问题啊。陆小姐，陆小姐，陆……哎呀，糟了！陆小姐丢了，少主会扒掉我一层皮的。哎呀！我听说你最近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闹得满城风雨，毫无体统，更甚者放着家族的事务不管，与那女人厮混。厉北亭，你眼里还有没有厉家？还有没有你身为家主的责任和担当？爷爷，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昭妍之间的事与厉家无关，是我个人的选择。混账！你是厉家的家主，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厉家。那陆昭妍还在乡下有过不清不楚的婚约，这样一个女人，你竟然公开维护，甚至为她出头，惹人笑话。你敢说和厉家没关系吗？大哥对你还真是用情至深呢，为了你硬扛家访，感动吗，陆小姐？厉南雨，你开个价嘛，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转心瓶给我？我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一个，离开厉北亭，选择我。厉南雨，你疯了吗？当我是什么？可以随意交换的货物，还是你用来报复厉北亭的棋子？棋子？货物？哼，陆昭妍，我这辈子活了快30年，从来没见过我那位冷血的大哥对哪个女人这么上心过。
给我好好跪着受着，想想清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1年前，他救过我，我认定他了。这辈子除了他，我谁也不要。冥顽不灵，居然能为了你硬扛家法呢，骨头可真硬。你说，要是让厉北庭知道，他拼死守护失落珍宝的女人，最后跟了他的死对头弟弟，每天晚上睡在他的枕边，他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疯掉？会不会吐血？光想想这些，都让我觉得很兴奋。视若珍宝，李南雨，你太高估我了，也太不了解厉北庭。你知道他曾亲口说过什么吗？他说，像我这种出身卑贱的女人，不过是图个新鲜，玩玩而已。你真觉得他爱我吗？哼，陆昭言，你真觉得我那位好大哥会当着我的面说出他的心里话吗？悄悄告诉你个小秘密，1年前我的人偶然查到了大哥的踪迹，还有你的。可惜啊，我当时听信了大哥的假话，说什么你只是他的露水情缘，玩玩而已。我觉得无趣，所以暂时放过了你。我那好大哥演技可真够精湛。所以，你的意思是，他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你听的？他哪里是嫌弃你，他分明是把我盯上你。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知道我一旦认定你对他重要，你会面临什么。他是在保护你，笨女人。他想把你从他的世界里藏起来，好让你远离我这个疯子弟弟。好了，感人的真相时间结束了。陆小姐，我的条件不变，这是你母亲寻觅半生，对你至关重要的转心品，和你对厉北庭那点刚刚才恍然大悟、脆弱的可怜的感情，选一个吧。好，我跟你进去。有胆量，请吧，陆小姐。南雨，带他来做什么？还嫌不够乱？爷爷，话可不能这么说。进了厉家的门，再怎么说也是客人。李南雨，你想干什么？有什么事你冲我来，你别碰他。大哥，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护他呢。况且，昭言都已经答应要跟我了。你别，疼吗？不疼，没事就好。还真是情深意重，大哥，爷爷可还在这看着呢。爷爷，孙儿不孝，若厉家家主与昭言不能两全，孙儿选择昭言。爷爷，你听见了吗？这就是您千挑万选、给予厚望的继承人，为了个女人，连祖宗基业都不要了，可笑不可笑？昭言，以前是我太自负，以为推开你是保护，是我错了。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我厉北庭此生只求一个陆昭言。你功名利禄、锦绣前程，我都可以不要，只要你平安喜乐，留在我身边就好。我相信你，以前我一直不相信，但现在我信了。无论你是厉家掌权人，还是一个普通人，无论等着我们的是厉家家法，还是刀山火海，我都陪你一起面对。爷爷，孙儿让你失望了，但孙儿心意已决。难语有能力也有野心，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掌舵人。孙儿愿放弃权柄，只求爷爷能成全我和昭言。爷爷，这是您珍贵的传家玉佩，现已修复如初。修复它的人正是昭言，他的记忆和心性，孙儿愿用性命担保。请你再看一眼。罢了，带着他走吧，处理好你的伤，此后厉家与你厉北庭再无瓜葛。谢谢爷爷。谢谢爷爷。昭言，再喝一口嘛，就喝一口。医生说啊，这个特别好，我炖了4个小时。哎，你喝了才能。哎呀，厉北庭，到底你是伤患还是我是伤患啊？你自己喝了吗？从早到现在，你已经追着我喂了3回了。我身体底子好，快好了。你之前担心我都没吃好睡好，得补回来。再说了，你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我。少主，陆小姐，不好了！